好，要带你来看到的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今天这场记者会，网络上面有太多的讨论了。但现在呢，对于这场记者会的两造双方各有各的拥护者，各有各的评论跟分析，而普京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川普事后表示啦，说其实乌克兰没有美国的支持，那2个星期就结束啦，根本不可能赢嘛，所以他认为普京才是要解决问题的人。好。普京这边是什么？是传出说，竟然俄罗斯这边有他们的官媒的人，而潜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好，其实呢，如果说呢，在这个美国跑过新闻都知道，你要见到椭圆形办公室，除了说呢，你本身你会有一个 badge， 就是你先前已经有被身家调查过之外呢，基本上你很难进去，因为会有非常多的安全检查。怎么进去的？现在美国没有解释。可是呢，这个人在进去过程当中就有被发现了，所以后来呢，新闻秘书就马上把他给送走了。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在川普在这里面的时候，他也出现在里头。好，可是现在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确实就因为这2兄弟呢以前也是好朋友，所以现在是不是破冰了呢？俄罗斯要任命一个新的驻美大使，未来不久呢就要前往华府这边来任职了。那据说两方呢也开始仔细的细节上面的在谈，到底要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欧盟的外长就讲了，美国啊，不要这样啊！你这如同跟宾拉登谈呐，什么意思？就是911发生之后，宾拉登是那个罪魁祸首，然后你跟恐攻的主谋坐下来谈，他觉得这很难令人想象啊。可是对于川普来说，我们一直在讲实力原则，即便呢他这样子骂泽伦斯基，欧盟说挺他，结果呢当人家问他说，英国如果在乌克兰作战，结果被攻击了，美国会不会出手援助呢？来听听看我们的川普怎么说。Well, first as well, just to follow up on that, if British troops are in Ukraine keeping the peace and get attacked by Russia, will you come to their aid? You know, I've always found about the British, they don't need much help.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very well. You know what? No, it sounds like it's evasive, but it's not evasive. But if they need help, I'll always be with the British, okay? I'll always be with them. Could you take on Russia by yourselves? Well, 直接在英国人面前这样问他，大家所有的人都笑了。这个笑，有的是尴尬的笑，有的是苦笑，有的是嘲讽式的笑，里面很多含义啊。川普现在再提了，欧洲你能拿回原乌资金吗？英国首相说没有啊，我们这个是馈赠啊，我们不会回收的，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不是这种功利至上的人啊。甚至呢，包括了波兰，包括了波罗的海3国啊。当然啦，对于地理上面的位置上面看来，他们就是前线在抗俄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前面的防线，他们现在决定要投入100亿欧元来强化边界上面的防御。那有没有可能美国跟俄罗斯好好谈了之后，其实是想要离间中方的呢？因为现在有一个讲法啦，中俄会不会因此而关系生变？习近平现在呢在见了他们的中俄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安全会议秘书肖伊古，以前是国防部长嘛，讲了什么？讲了说我们是山水相连，我们是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所以呢，我们要好好落实双边的全面战略协作。白话上面来说啦，肖伊古如果3个月里面2度访中，他还是普京的亲信的话，你认为中俄关系真的会出现任何的变化吗？好，王毅呢在跟肖伊古见面的时候呢，都讲了，我们不受第3方的干扰，但是呢，在乌克兰危机的部分呢，中方会持续的再劝和，而美国的政治分析报告不这么看了，他们觉得中俄之间其实存在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利益竞争。其实他们实际上的关系，可能呢比他们希望世界其他各国的相信的都还要来得弱许多，也就是有很多的小小的那种细的缝可以钻进去，可以让人家把他们给裂解开来。各方的想法不一样，当然就跟各方的利益不太一样有关系。所以想请教一下彬哥，您怎么样来看？对于川普来说，现在跟泽伦斯基吵架嘛，可是先前跟普京讲话的时候是聊得很开心的，他觉得普京才是想要解决问题的人。因为川普是一个奉行实力原则的人，他愿意谈的人都是有实力的，所以他之前根本连谈都不太想跟泽伦斯基谈。我相信之前一定是讲好了你要来签协议，我才愿意跟你谈。那现在泽伦斯基搞这一出的话，时间是站在谁那边？时间是站在美国跟俄罗斯这边。乌克兰
越来越没有筹码可以去做任何事情。所以川普不急啊，你不想谈是，那不要谈啊。你们欧洲，因为欧洲今天一大堆人都发出声明来支持乌克兰嘛，对，那你们欧洲人去支持啊，对不对？不关我美国的事啊，你们要支持就去支持啊。所以现在就是考验欧洲的时刻，欧洲人真的会去支持吗？坐而言，起而行。是啊，对啊，你会做这件事吗？你会真的组织欧洲军去支援乌克兰吗？看起来不太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川普跟普丁现在都老神在在，你们就随便玩吧。所以他们就开始恢复外交关系啊，而且普丁跟川普之间的默契是什么？不但是美俄之间要恢复原来的关系，甚至呢，美国要去敦促欧洲这些国家跟俄罗斯恢复关系。那以后这个世界被孤立的是谁？乌克兰。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险恶的局势嘛？所以时间真的对乌克兰来讲真的所剩无几，泽连斯基自己要想清楚。那至于斯凯尔这次去，对他也是表面上好像也是叫美国不要放弃乌克兰，我们欧洲英国也是会持续支持乌克兰。可是问题是，那个美国有在甩你吗？川普有在甩你吗？记不记得上次马克龙去的时候，直接纠正川普说，你不是3500亿哦，你实际上付出的比我们少哦，我们欧洲付出比较多。你看今天川普这样讲，我们就是给他3500亿，川普理都没再理你的。斯凯尔，你看他你记者想问我这种难题是吧？我故意去洗斯凯尔脸，你们自己独立对付俄罗斯 OK 哈？就这样啊，那斯凯尔能讲不行吗？就笑啊，对啊，就只能笑啊，不然能怎么办？所以川普很厉害的，他就直接你们要跟我玩这种游戏赛，我直接跟你玩现实，玩拳头。你们拳头如果够大，你们自己去顶啊，就这么简单啊。那欧洲这些国家现在为什么被人家看没有？你看哦，你们这边也提到了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哦，硬起来了，我要100亿欧元，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也只是要保卫自己啊，他不是说我们拼了，全力援助乌克兰，去协助乌克兰去跟俄罗斯打，不是，他们是守住自己而已。所以欧洲人被人家看破手脚嘛。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到最后就是乌克兰还是要吞下去啊，这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确实啊，这几个国家哈，他们就是除了这个乌克兰之外，乌克兰旁边是波兰嘛，然后呢，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就是对俄罗斯是最近的，所以他们最有这个忧患意识。但不管怎么说，好像都还是在自己这一边。但是呢，英国不一样啊，英国其实现在他确实有把蛮多东西都送过去的啊。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说，他就觉得你付出成本跟我付出成本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了。有3个事情啊，大家现在看这个事情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其实这个战争真的是20年来美国的政府建制派，到后来是拜登政府，一步一步的在扩大北约，向乌克兰保证你会加入北约，然后同时提供给乌克兰军售军援，还帮他训练军队。那一步一步的让西乌讲乌克兰语的人，就真的觉得我后面有这么强大的美国，我不用怕俄罗斯，所以对同样自己的同胞乌克兰人，但是是说俄罗斯语，俄罗斯人占乌克兰人口34%，这20年来其实是施了很大的压力迫害，不准讲俄罗斯语，在官方场合，在政治上予以这个陷害。那这些例子其实多多少少有真有假，所以现在俄罗斯所占领的区域，就对莫斯科而言，他觉得那是他的同胞，这是事实。那第3个事实就是说，是这个战争希望大家都希望结束。对，当然这也不能抹煞，就是这个战争是俄罗斯发动，他是对乌克兰的攻击，而且他第1阶段攻击结束还直接想打到基辅去。知道做不成了，赶快就只是针对乌东，这是一个发动战争，你也可以说它是个侵略行为，没有错。但是现在你要结束它，这就是一个实力原则。因此，我们看到我刚刚说到，泽连斯基在结束之后为自己的表现暗赞，就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然后呢，他后来去接受福斯新闻的访问，问他说你要不要这个向川普总统说抱歉。他说 no， 然后呢，他打电话给这个冯德莱恩所有这些人寻求支持。我觉得他整个计划好，其实我觉得他这
这番的作为，他思考还蛮缜密的。但是这个代价是什么？现在欧洲这边就很清楚了。你说，如同911发生之后，美国跟恐怖攻击的主谋宾拉登坐下来，他指的是如果这个川普跟普丁坐下来谈，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类比的。那如果你反对俄乌战争，你为什么自己不就派兵前往乌克兰？那同样的，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要求美国做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国家，其他的国家愿意派兵进入乌克兰，就不愿意跟俄罗斯打仗，也不愿意因此发生这个核武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几百个人可能就会死亡，几百万人可能死亡，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到就是政治人物是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民粹支持，所以马斯克后来的他就在 X 上面他怎么写？他说：“我们来追查一下这个3500万的流向吧。”显然他知道很多，我们在等待进一步的发展。好，请教一下小舰长怎么看？有关于那我们刚刚谈到俄罗斯官媒进入椭圆形办公室，那正如刚刚主持人讲的，他一定有经常可以进入这个记者会场合的通行证。大家也都认识，但是呢，他没有这一场的通行证，因为他每一场还有另外的通行证。但他有没有发新闻？他发了塔斯社的新闻，然后也就是这个记者发的。不过这则新闻他发的四平八稳，也就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一样，但是他直接指的泽伦斯基没有做好准备，而且呢，另外他讲到，如果不在这个激烈压力下进行对话的话，就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川普为什么要开放所有的媒体看这一场大戏，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认为他们真的就这么吵翻了。其实大家都在做大家的表演，然后大家呢都在取悦大家自己的国民以及自己的观众，不是吗？但是其实川普这个人非常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今天在这个荧幕上看到他跟泽伦斯基的吵架之外，我们还看到他跟施凯尔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那也就是说，他在这边说，那你们可以单独的面对这个俄罗斯吗？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施凯尔英国首相他很尴尬的就他就这样子，他没有继续再说。为什么？因为没有能力。那没有能力的话，你们要靠美国，也就整个欧洲都要靠美国。但是你靠美国，实际上来讲，现在美国他只想独善其身，他一点也不想要帮忙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说，他们特别讲到说，这个是不是等于美国跟俄罗斯谈判，是不是就好像跟基地组织在谈判？美国还真的跟基地组织很要好哦。我们看到这一张图，这就是基地组织当年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是谁提供的这个学费啊？这个学费的内容是谁提供的 ？USAID 啊。那这是现在被公布的内容。如果川普他不来检讨 USAID， 他当年到底做了什么事的话，其实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治分析报告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有关于过滤实验室那这个过滤实验室又想要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见缝插针、欲动灌水。但是我想问的是，第一个，你这一个过滤实验室，你有没有拿 USAID 的钱啊？现在有很多的媒体都应该站出来自清啊！你到底有没有拿？因为当你有拿的时候，你的立场态度，我们都要重新的审慎思考。但是不过大家不要想太多，什么反向尼克森，事实上来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上不封顶的战略，其实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大家手牵手、心连心的。你现在你想要在这中间做任何的挑拨，其实非常困难。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常常讲哈，如果说有玩美股的话，最近可能睡不太好啊，原因是因为现在市场真的是那个涨跌起伏，哎呀，有的时候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来，我们讲到的是川普的关税，他一直认为呢，关税是个好东西，关税是一个很好的利器。可是现在什么时候用关税？一开始的时候呢，在2月底，我们还听到说4月应该是4月，没有突然之间到2月27号急转直下，他宣布了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3月4号如期生效，然后对于中方呢，现在是要在既有的关税上再加10%，那等于就是已经加到20%了嘛。3月4号全面开战，那原因是什么？你会问，本来不是说再缓缓，我们再看看能不能瞧吗？怎么突然这样子风云变色？原因是因为他说了芬太尼的关系啊，一切都是因为你们啊，这把芬太尼这种毒品以无法接受的速度流入美国，这些很多原料在你们中国，你们制造的，你们供应的。好，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就很不开心了。原因是因为他说了，我们是禁毒最严格、最彻底的国家，你用这个来加关税，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啊？换句话说，其实先前双方在谈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平等对话。加10%我们也没什么嘛，你加我10%，我就回敬你一些些。但如果你要把芬太尼灌在这上面的话，我们绝对会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路透社就分析了，为什么川普会就突然之间180度的转变？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他现在看起来提高关税跟第一任期呢，现在的做法是一样的，好像就是要把那个彼此之间的筹码加到最高，然后呢，再一次的出手来跟你谈，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谈到说呢，中方你要买我多少东西呢，我才能够来跟你有更多的这些交流，或者是才能够来跟你谈判。那加大关税呢，现在对于双方其实都是构成风险的。毕竟中方现在呢，他也有面对一些内需的问题，你美国也有通膨的问题嘛。因为呢，它的这一些所谓的大变动，所以呢，美股现在7巨头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标准普尔500呢跌了1.59%，纳斯达克跌了2.78%，道琼指数呢0.45%，算起来市值蒸发5500亿美元。不是只有美股跌，债市跌，金价也跌啊！金价呢，大家觉得说应该是避险的，但是现在呢说已经跌破了2900美元了。换句话说，现在大家都有点难以相信，为什么所有的指标那个不确定性让大家都紧张？金价大跌，甚至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好，毕竟前一阵子在中方很多人在买黄金，这个中国大妈抢的还蛮凶的。那目前呢，金价因为川普的关税跌到了史上高点，跌下了近3%，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没人知道。只是呢，当巴西总统在讲了说要不畏川普的威胁，金砖国家去美元化势在必行的同时，有没有可能呢，让美国这个不确定因素从这一些国家呢慢慢的抽离？这个是后续大家呢希望看看世界的走势会如何进行的。而目前呢，中方如果要讲金砖国家的话，算是一个领头羊了。现在呢，他们的文化输出其实呢，在西方的世界也渐渐的被看到，因为呢，哪吒2票房再次的突破，进到了全球影史的前7强。好，这个呢是以前没有过的记录，甚至呢，微博热搜啊、百度热搜，通通都冲上去了。意大利的导演呢说也去看了，看完之后他觉得说，哇，这个高科技的高水准的特效还有美术，他觉得确实很惊叹。这个全部是中国做的吗？而且他们也说了，这个剧情虽然说呢，它本身对于中国相关的一些文化并不是这么样的理解，中华文化不那么理解，但是呢，他认为观众是可以有共鸣的，所以他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因为它具备了所有特质。那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彬哥了，原因是因为对于川普来说，当然美中之间第一轮的时候 ，Round One 已经有过关税大战。现在第2 round 的时候呢，大家没想到，本来想说缓一缓，能不能谈，能不能协商，但3月4号直接再下一站。对，很多人会觉得说，
川普是神经抽到还是怎么样？突然之间又用又加他关税，而且是用芬太尼当理由。对，那芬太尼当理由其实基本上很瞎，老实说，因为芬太尼就在这段时间有更严重、更恶化吗？或是有什么情况不可收拾吗？看起来也没有啊。那为什么突然之间要因为芬太尼的状况又去加关税？其实跟芬太尼我觉得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川普也不是傻瓜，他当然很清楚，芬太尼这个问题要解决，绝对不是去增加关税这些东西就可以有用。当然，对啊，芬太尼要解决的最大的关键是在美国自己国内的法令要修改，你要让这些吸毒的人会害怕嘛，让到处限制吸毒这种行为嘛，就美国自己国内法令松弛，然后你再怪国外一直输入原料，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吗？所以他真正的目的是干什么？我认为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逼中国大陆谈判。他的目的还是这样，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屈服，抢先对他释出善意，甚至在某一些地方做出让步。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这样，不然你看，他一开始加拿大加墨西哥加了25%，可是他一开始对中国只有10%，那现在再加上变20%，还是比加拿大跟墨西哥低啊。对。那如果说他真的这么痛恨中国大陆的话，他应该一口气给他改250%，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显然。加关税，我觉得他不是他真正对中国大陆的目的，而是他在逼迫中国大陆跟他谈判。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认为还没有到谈判的时候，所以中国大陆就是虽然谴责啊、骂啊、干嘛，但是都是演你好，有种你就来加我关税，你加关税我就准备报复。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也不是不想谈，而是双方现在在干什么？先在做这个谈判前的会战，也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制高点之后，我再来跟你谈。所以我觉得现在都还在互相叫板的期间呢，真正大概还要再打个半年1年，大概才真的到谈判的时机。那至于说川普这个不断的变化的这些政策也好，在内政上这样到处裁员啊，然后对外这个又造成国际这些不管币值也好、黄金也好、比特币也好，全部都在波动。那很多人当然会抱怨，可是如果川普的朋友都有赚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他来讲，他的金主有赚，他的支持度就不会什么改变了。那至于说鲁拉虽然讲得很强硬，说想要就是脱离美元，跟美元脱钩，但是我老实讲做不到了。因为这顶多只是一个趋势的过程，以长期看来，他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有谁能够取代美元？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好，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哈，我相信啦，对于美国本土的这些企业来说，与其你说跟中国、美中之间的这关税大战，其实加拿大跟墨西哥对于美国本土的企业可能影响会蛮大的，因为本来讲好说是大家再谈一谈，然后先前呢也讲好了说，不会啊，他们都有在管控，怎么忽然之间因为芬太尼一个杀出来，现在又再次的还是一样如期对他们课25%的关税？我的判断是不会课25%的关税，因为对加拿大、墨西哥呢是全面性的增加25%。那加拿大、墨西哥也说，如果你对我课，我也会报复。对，贸易战都是如此。对。你要知道，美墨加这3个国家加起来，这种几主双边的这个贸易加起来，占不只是加墨，占美国很大比例的贸易的进出口。如果都往上加25%，至少你产生的就是市场股市的冲击，还有物价的冲击，至少物价会往上，可能增加相关从加拿大进口的东西10%、15%以上，马上就会产生经济大乱、通膨。所以不会加，所以本来礼拜1他说3月4号要延到4月2号，这就是在等一个月嘛。他这2天又说，我还是回到3月4号，对，这个就是等于是再做一个就是说压力。那他也对中国大陆说的这个10%加10%，那个其实不要误会啊，中国大陆本来就有将近20%，他川普1.0的这个平均的关税，那是额外再加10%，所以现在面对中国大陆已经课了30%的税。把前面那一轮的也加回来，这样子，就有点要加上去。对。那现在加30的时候，再加10，那就变成40%。就大陆现在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整个中国大陆出口只有11.2%了，是，其实比例并不高了。虽然有一些别的这个管道，那你现在加了这个关税之后呢，你加了之后，你商品就会变贵，然后呢，你觉得会转投资到别的地方再去进口吗？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变贵，供应链拉长。成本也会增加，你到美国去设厂投资，它产生出来的成本可能比从中国大陆出口加4%关税还要贵。
那关键是你要不要买这些商品？就这些笔好了，一支50块，你要不要买？它如果加了40%的关税，变90块。那但是呢，如果你在美国投资设厂卖的话，变100块。那你要跟谁买？你到墨西哥设厂、加拿大设厂卖到美国的话，变80块。那是怎么样？所以最后其实他知道这个理由，他知道这个原因，他现在就用这个方式来去逼迫大家。但现在碰到他跟泽伦斯基在白宫的这一场这个拌嘴，大家就在看，因为道理是一样的，这叫极限压迫，这叫做巧取豪夺。他就看看你对泽伦斯基接下来怎么处理。你如果退让，大家的关税上本来就不怕你，有一些国家特别像中国大陆。你如果在泽伦斯基上这个议题上你退让了，大家也知道，you're bluffing， 你是玩假的。好，知道的是不是 Paper Tiger？ 来请教一下小建导。我们讲到这个川普不断的反复无常啊，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从谈判策略里面来看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议价空间的部分。那买方呢，他就想要他想要买的便宜，卖方呢，那想要卖的更贵。那到底怎么样达成这个区间呢？川普就是用了这个边缘策略，也就是我不断的以这个关税对无论是墨西哥、加拿大以及中国大陆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你要达成我的一些目的。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墨西哥一开始到后来都很硬，但是他现在已经把这些毒枭啊已经送到美国了，也就是我把这些毒枭，我告诉你这些人我都抓了啊。那至于说有关于加拿大的部分，他一直在揶揄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啊，说是第51州州长。中国大陆它其实战略的定性很高，也就没有讲什么。那你要加就加吧。我们这样讲啊，如果你有在淘宝买东西的我们这些观众，你想一想，当进口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断的在透过节税也就是缴关税的时候，当你买到一定额度的时候，他就关税总署会要求你缴关税。那当你缴关税的时候，是我缴，是我买的人缴，还是卖家缴？那当然是我缴嘛。那当我缴的时候，我买家缴的时候，那也就是这个东西垫高的是我的成本，然后垫高我的成本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整个通货开始膨胀。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联邦准备银行它已经算出来了，说川普这样加征预算啊，其实它的效果并不一定对于美国是正面的，反而是负面的。因为我们讲到这个联邦准备银行，它其实它算的不是到底是谁赚的多谁赚的少，它是算的就是通货膨胀来决定利率的改变。那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啊。那至于说现在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川普对于矿产协议咬那么紧，那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中国大陆不跟美国在，因为这场聚会据媒体报道，实情是不是这样？但是法国媒体说的，本来呢，川普就是因为这个泽伦斯基怎么一副还没有要决定要不要签，好像谈条件的样子，所以本来想取消这场会面了，结果是。在马克宏的部分，法国特别去帮忙游说斡旋，说，还是见个面好了，终于促成了会面。不知道现在川普会不会怪马克宏，就你硬把我弄来了，然后来跟我吵架吗？英美的领袖同样有一个尴尬的情况是，川普啊问凯尔首相嘛，英国首相，那两国啊。永远都会有互相需要帮助最好的同盟啊。川普问说：“那你能够跟俄罗斯单打独斗吗？”所以我们同盟合作搞了半天，还是得靠我美国吗？意思是这样啊，所以非常尴尬。听听这段谈话。As well, just to follow up on that, if British troops are in Ukraine keeping the peace and get attacked by Russia, will you come to their aid? I've always found about the British, they don't need much help.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very well. You know what? No, it sounds like it's evasive, but it's not evasive. But if they need help, I'll always be with the British, okay? I'll always be with them. Could you take on Russia by yourselves? Well, 苦笑啊，尴尬啊。
但至少还是笑嘛，哦，跟刚刚那个吵起来是不一样的，一样的位置，差不多的阵容。所以呢，这一次的泽连斯基跟川普见面之后，现在欧洲国家几乎纷纷表态，都是表达支持泽连斯基的。甚至呢，马克龙说，侵略者是俄罗斯，被侵略的是乌克兰，要向那些在战斗的人致敬。那么，甚至冯德莱恩直接讲，你的尊严彰显了乌克兰人民的勇气，要坚强勇敢，无所畏惧，该换人领导世界了。当然，指向的是川普啦，哦，但现在实质上没办法，还是川普在领导美国、领导世界吗？当然，也有一个说法问欧盟外交代表问，想想啊，在美国，你有可能911事件发生之后，跟宾拉登坐下来谈吗？哦，当然，在这种仇恨之下，你想要什么，这难以想象。那甚至要抗俄，波兰跟其实这些国家都已经自己在想办法做好备案了，因为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表明将会增资100亿欧元等等去强化防线，避免到时候跟俄罗斯的边境也出现问题。因为乌克兰这里如果垮了的话，还有法国对美国的关税是不是认命了呢？现在见完面，川普跟马克龙见完面，一刚走就宣布要对欧洲开征关税，继续这样做啊。那当然，马克龙说他离开华府的时候就对关税不抱太大的希望啊，在外媒的报道。但标普降低了法国的评级，展望到负面。为什么？因为未来的经济还有政治的僵局会是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欧洲前阵子跟着拜登政府不是也一起要对抗抵制中国大陆吗？结果现在法国的干邑白兰地被中国拒于免税店之外，那这影响的当然是20%每年的业务总量。对于这个酒来讲，他们现在马上又有官员要去谈啦，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改善呐？那其中美中的关税激战呢？英国能源大臣马上也要到北京去访问，那预计也要谈各种投资，甚至让关系有没有可能改变。当然，都是因为在川普有这种变数的情况之下，有关税大战，也许换一边来走。贸易跟机会会更大吗？像英国的电池厂商采用中国大陆的技术避免说过去曾经有着 British 的这个复测过去的技术最终失败告终。往中国的路线是不是欧洲现在的选项？还有大陆反制美国冲击，川普曾经说要加关税嘛，大陆就批评说要美国这叫做恩将仇报，也没有要客气啦，也一样硬，但是他的硬跟泽连斯基的硬不一样，他有底气有牌。所以呢，大陆商务部就说会适得其反，他们会继续来对抗。那中共政治局会议，因为马上两会就要召开了，这是一个会前会，会议里面就特别提出了要对川普的可能的因应做法、因应外部的冲击嘛，有没有可能就会先祭出应对的措施跟策略呢？那巴西对金砖这一块川普曾经扬言要100%关税。你们想要去美元不可能，所以要金砖国家去美元化。但是巴西总统跳出来，鲁拉说了今年他是金砖主席国，进一步会推动这个集团建立多极世界，就是要把美元去掉，管你什么150、100的关税，他们就是要硬干下去。将军，首先我们来看看欧洲的心态，好吧？这个一开始前面2次泽连斯基拒签的时候，马克龙就跑去，可以啊，你去接受人家一次吧。但是欧洲人什么心态？欧洲人3种心态。波罗的海3小国家波兰、芬兰，这个是靠近俄罗斯的边界，最怕俄罗斯，因为他们以前被俄罗斯统治过，知道俄罗斯的统治是多恐怖，所以不等你讲什么，自己花钱已经在加强国防了。好，德国、法国这个国家的什么心态呢？泽连斯基，你再挺一下，你至少是挡在我们前面，不要死，就在那里撑的，所以他才会让欧盟说要决定给他34亿，你知道吧？才促成泽连斯基在川普那边能够讨到一个比较好的保障，这是德国跟法国的心态。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我做我的生意，你距离我还远，所以这个吵架之前呢，欧洲人的心态已经很清楚了。泽连斯基靠什么？欧洲还愿意支持我，对不对？所以我到川普再去讨一点东西，讨不成，结果翻了。为什么川普这么急的气的说要？因为前面一阵子我从战场上的景象看来你看红军村你们讨论了好几个月吧，围而不打，那打的没进度，对不对？第二个，俄罗斯把主力部队将近20万调回俄罗斯做休整。第三个，
最近3个月打的都是无人机、飞弹、炮弹、炸弹，减少俄军的伤亡。他的主力啊休整完了再回来，因为俄罗斯下一步企图是什么？真正的缓冲区最好是第内伯河，另外还要拿到奥德萨，因为奥德萨是黑海唯一出海口，这个拿下来，俄罗斯可以控制整个黑海，而且乌克兰从此以后断绝了对外的输送的港口，你的粮产卖不到波兰，波兰、芬兰都很讨厌你的价钱那么便宜，我的农民怎么办？所以俄罗斯现在还动用一个，这真后大家没注意看，莫斯科的军团开始进去，那个是禁卫军，那是俄军的最精锐的部队，也调到前线。朝鲜又送了1000人上去，后面还有部队上。那换句话说，在那个俄境的那个库斯克，用迂回，而且用朝鲜部队在打。俄军呢，用无人机、用炮弹在打。他在蓄积下一波的战力。如果你泽连斯基拿不到美国的增援，你也不签约，俄罗斯整个打下来，的时候，川普就傻了。川普趁你泽连斯基还活着，还是当个总统，在我面前把这个支票签了，我就可以把这个战争停下来，我拿到乌克兰的赔偿跟这个矿权。所以川普，你想想看，前面川普跟普丁已经2次通过电话，外交官也见过面。普丁的打算，川普知不知道？当然知道。这个时候，你泽连斯基再不签的话，你等被普丁打到投降，美国没有介入的东西。所以，欧洲、欧盟、美国、普丁、泽连斯基4个都不想到一块去，所以才会有这个，就逼啊！我现在断你的电，我也不给你修，我也不给你武器，你自己看着办。俄罗斯蠢蠢欲动啊！因为泽连斯基所有的和谈的条件都是不可思议嘛，俄军全部退出去，4个州还给我，克里米亚还给我，有可能吗？那就是不想谈嘛。他还存了一些妄念，他为什么存这个妄念？他如果输了投降了，他是1号战犯。如果这个矿产协议签了，回去就被自己乌克兰人打死。他只有这样做。所以我们把这个局势看一看，现在春天已经来了。俄罗斯的下一波春季攻势跟夏季攻势蠢蠢欲动啊，马上要开始。所以川普那么急着说：“你赶快给我签，是你在这个职务上，这个支票还有效。你被换掉了，这个支票就没效了。”对呀，谁懂吧？这个每个国家都背后有夺取最大利益的打算。欧洲现在虽然说支持泽连斯基啦，但问题是现在其实川普也讲对一句话，你就是用几百万人的人命要造成第3次世界大战嘛？如果真的大战起来的话，欧洲也不能置身事外啊。我觉得乌克兰是非常可怜的国家了啊，因为他刚独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大家有个协议，叫他把所有的核武器都废除掉嘛。核武器废除的过程当中呢，其中俄罗斯也签字了，保证绝对不会影响到他的国家的发展，也不会侵略他了。就现在我们讲的事情，大家好像都已经忘掉了。所以对乌克兰人来讲的话呢，他们对俄罗斯是有这种激进恐怖的一个记忆了啊。那么所以说，这泽连斯基也曾经妄想过说，那就把我们的核武器还给我们，我们就要搞第3次世界大战嘛。啊，这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就有点疯狂了。那另外的话呢，提到了就是说，波罗的海3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他们本身来讲就是怕俄罗斯，怕的要死。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啊，为什么怕俄罗斯怕的要死？因为他们长得跟挪威人、瑞典人是一模一样，然后呢，收入差100倍。就是因为他们是在苏联的铁蹄之下，没别的原因。你看这个女的，这个叫什么了？冯德莱恩吗？对，就是不是冯德莱恩的，冯德莱恩是德国人，外交代表卡拉斯，就是卡拉斯特，他是爱沙尼亚的总理嘛，就是长这个样子嘛。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觉得很得意啊。是这个情况不一样，波兰的情况跟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现在有人要打的话呢，他们会就是说把一种妄想，就是法国想要带这个情况当头啊，是跟他们讲说你们一致要打。就今天上午这个事情啊，我们的时间花了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全部联合起来支持这个泽连斯基继续打下去啊。那么这个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非常奇特，但是我很早就在节目中预测，就是说日后的话呢，国际政治2025年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啊，会有2个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罗曼史会发展，一个是美国跟俄罗斯，另外一个是欧洲跟中国
啊，你想都想不到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跟俄罗斯现在，美国本身来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必须啊，就是川普现在要讲的事情，所以这个整个事情，所有人评论讲说，这个唯一躲在被窝里面笑的就是普丁啊，他觉得太好笑了啊，他自己这个新闻听他都不要听，他就完全站在立场，他不想要的也给他了，他要的话当然讲，他只派出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只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得到了不会还回去的。啊，那其他那个卢比奥跟小鬼头一样，那不晓得该讲什么好啊。那另外的话呢，我要这个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是这个川普目前为止的话，情势非常困难。2025的话，他现在发这个趋势，我觉得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就是说，欧洲国家迟早会对那个美国讲说，北约你退出吧。耐性用完了，那你就退出吧。不敢。如果你不敢，你听我讲哈。你被形势逼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大家就比较加筹码。比如说说哈的时候，你最后全部压上去。我对欧洲情况很熟啊，欧洲本身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原因大家不晓得了不了解。美国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帮助欧洲，你知道吗？那马歇尔计划为什么有这种？为什么会有北约？我告诉你，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的话，所有的知识分子，包含中国在内，大家都是往左靠拢。都是社会主义为主啊，包含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的所谓的大陆人也是这种情况。美国那个要避免社会主义对他的资本主义有影响，才要全力支持欧洲。那现在他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的话呢，那现在美国跟俄罗斯好在一起的话呢，那欧洲没办法，只好跟中国走啊，那怎么办呢？欧洲最现实的问题是武力不对等啊，军事装备，双方移情别恋。双方一别，我跟你讲，国际政治没有什么移情别恋的，就是随时都恋，随时为了利益就恋爱了，随时可能分开，随时可能在一起。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泽连斯基当然是要寻求欧洲国家的帮助了。那我们也看到欧洲大国都支持乌克兰，都讲的都是很道德高地。但真正来说，是不是真正那么坚定不移呢？2月24号，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美国所起草草案就4句话。4句话看起来都没什么大问题啊，就是为死难者哀悼，赶快要结束战争，实现联合国的创立宗旨。出了哪里问题？因为过去3年，美国不会只有讲这些，他会讲几个标准的一些关键字，包括谴责俄罗斯是侵略者，入侵的部队马上完全要撤离，要维护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如今在美国起草的草案里面，这些字眼全部没有啊。那投票结果是什么？10票比5个弃权，比0票反对哦。如果英法真的觉得美国这样的做法不妥，应该投反对票，反对就否决啦。就最后英法2国是投的是什么？投的是弃权，当作没看到。所以有点就是现在是美俄有点在这个议题上是有蛮大的一个默契了，有点在创双簧。第二个就像刚才所问到的，就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说要当自强，欧洲当自强啊，另立门户啊，我们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个进展真的是很慢很慢。欧洲从一开始2战结束之后，所谓的这个德法混成旅、欧洲军团，到后来几年前讲说要设立快速反应部队，2025年实现6000人，进展是非常非常慢啊。所以意思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欧洲爆发冲突或危机，基本上还是靠美国领导的北约比较多。那北约的确是在美国川普不断的敲打之下，好像已经有点重视，因为很多成员也是欧盟的成员。但是到今年为止，北约的这个会员国里面大概还有8个 GDP 国防预算还不到 GDP 2%。念一下名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克罗埃西亚、斯洛文尼亚，还有加拿大。这些都是被川普严格敲打对象，所以意思是说，欧洲如果真的要当自强的话，要用具体的行动，否则还是会被川普看破手脚。搞了半天，有事情发生，还是要求美国来主持大计。目前状况很现实，但是就是如此。包括加盟欧洲都一样，本来都还抱了一丝希望，说不定川普关税没那么硬，但现在都是来硬的。那包括国内也是一样，这个标题叫做“美国的末日消费重现”吗？虽然有一定比例的选民支持者还是认为说，哎呀，川普可以刺激经济，但现实的问题是失业人口继续快速的增加。上个礼拜呢，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到了24万2千人，不过被认为真正失业人口还没来，真的最高点，因为川普正在大砍公务员。那星巴克大企业，包括一些网络媒体看到的都是蛮大的这个重要的企业，星巴克就砍了1100个工作机会。
等等，非常多的蔓延。CNN 说，恐惧贪婪指数显示正在上升，美国有可能会重演末日消费。什么意思？大家想尽办法，现在还没有真的关税启动，就赶快买吧。之后还能不能买呢？消费能力如何呢？纽约街头到处都看见的是抗议的人潮，包括在讽刺马斯克。有一位美国的前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员工爆料说，他的之前开除是在没有被通知，连他的主管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形容叫做非法解雇，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然后我就被通知要离职，原因也不明，是不是因为没有回信啊？我在想，是不是那个信没有回？不知道，但现在被全面有一种美国内部的消费者，还有连加拿大都要响应，从228开始的一名美国老师发起社群媒体的24小时经济停电，什么意思呢？他针对全国的大型连锁店停止拒绝在大企业消费，抗议川普的争议政策。目前这个大型消费者抵制运动已经蔓延到了加拿大，但他们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些大企业都跟川普一起合作，他们都是互相的支援跟合作，所以要加以抵制。但影响会有多大，大家来观察啦。但是川普的新政呢，对于国防的部分也没有要松手啊，都是同时并进的。这个独家消息来自于路透社，表示这位美国陆军中将泰利塔，她是很少数的军人的中将女性，礼拜五被迫结束32年的军事生涯。她是军队里头的卫生机构负责人，陆军最资深的黑人的女军官之一。那为什么退休？五角大厦拒绝透露。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才刚宣布，还要终结黑人历史的历史月，还有妇女历史月庆祝活动全部停了啊！所以这两个不再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要把它消失。那甚至川普还钦点一个新的越南难民出身的退役上校高虹出任美国的海军次长，迎来一位同样强硬的保守高层。那川普过去这位海军上校退役曾经挑战过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没有选上。出任海军次长的原因呢，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的强硬。过去他一直曾经公开批评过美国军方的这种所谓包括女性不同性别的这个政策，他公开讲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那些愿意挖出自己内脏吃下去，还想要再来一份的强者，而不是那些变装皇后拿来做军方的宣传影片。这么强硬就是很对川普的胃口，所以当川普各种的措施里面，还针对他讲阿富汗撤军非常的不堪，拜登这样很多的军事物资还留在当地，他甚至在会议上说，不排除再入侵一次阿富汗，因此措施上取消了对美国指挥官授权常规战场之外进行空袭、特种作战突袭的限制，更扩大了可以打击目标的范围。是表示要回去阿富汗拿物资吗？还是好东西没拿，还要怎么做呢？不知道。但其实，在包括国防啦、这个经济啦，再看到太空的时候，就会看到在各种的对抗里头，大陆呢，中国载人航空的工程办公室宣布，它即将要开放，让其他外国籍的人士也可以进到他们的这个组织里头。看看这段画面，画面可以看到各种的运作，核心的运作，通通都是中文。过去 NASA 啦，太空上面的站全部都是英文，好吗？那现在是这种要开放考试还有这些第一个是巴基斯坦人了那些外国人的面孔呢，要上太空加入这个组织，就要先学中文，好吧？这就是现在太空上越来越不一样的趋势。然后大陆也证实，火星曾经是适合住人的吗？这个祝融号探测到地下10到35米深处有多种的沉积的结构，跟地球的海岸沉淀物高度相似。他们认为研判火星的低纬度地区曾经存在过古代海洋提供最直接的地下证据，所以可能适合居住，也许有一些可供参考的方法，或者是传出来美国要全面对华为禁售 AI 晶片，就是说这个禁止 AI 晶片不再是片面或局部的，而是全面要暂停所有出口，这个还有待证实。但无论如何，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讲，全网人形机器人开始全中国的打工。画面上看到它可以做包括这个机电的检查啦、通路管等的检查，甚至在咖啡厅泡咖啡，它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不是只是服务人员打扫端盘子而已那甚至还率先发布一个养老的机器人，养老机器人就是我们
已经在想到时候我们翻身是不是靠机器人翻身？这样，这个机器人已经在安养院，这个是在当地公开出现了。它送餐之外，还可以陪老人家去散步。还有一段说可以聊天，我是不知道怎么聊天，但送药跟送饭已经基本可以做到了啊。看起来我们在这个各种乱局里面看到的未来的趋势，将军，你喜欢跟电脑聊天吗？我也不知道。我每次打电话到银行的，我最讨厌那个电脑对话。对，所以机器人是一个趋势，但是也不要把它幻想得多好，因为人体的结构太复杂，机器人再好，只能做固定的工作。我在讲美国，你这个末日消费什么一天停电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因为你这种趋势来看，川普还没砍完呢，失业人口会不会增加？还要增加。第二个，拼命搞 AI 越发达，失业人口又越多。那杭州已经有没有人的机器，没有人的厂房，没有人的港口，它已经取代了很多服务业的工作。所以这个问题，这个趋势来讲，对美国并不是好哎。你停止消费一天又怎样？没怎么样嘛。我们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啊，那什么卫生纸不够，一下子所有店的卫生纸都没有了。那过2个礼拜呢，还是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的问题现在当然川普是大肆这样做，看起来很爽，但是短多长空啊。你现在全世界说关税搂了一大把钞票，老百姓没拿到哎。美国现在家庭里面平均没有400块钱存款的，都是刷卡，现在卡债就不得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它的中产阶级快没有了，下面的贫农更多了。哎，美国人的家庭生一场大病，可能就变成流浪汉了，因为美国的医疗保险太贵了。所以这个国家啊。川普这样搞是希望美国 great again， 但是他 great again 里面又有什么白人 great again， 所以你看看军方黑人能裁就裁，搞性平的是川普最讨厌的，就裁。他用这个越南人是干嘛？因为他选的都是叫做英文叫做 tough guy， 强悍 tough guy， 哎，搞的都是马斯克不是强悍吗？对不对？他用的那个国防部长不是强悍吗？用这个次长也是强悍的嘛，你那窝囊废娘娘腔的你就不必了啦，这是川普的这个喜好问题。基本价值。但是对军方最恐惧的不是这个，不，因为美国的上将有30-40个，你干掉几个没什么关系。最恐怖的是美国的国防预算。哦。因为美国的国防预算，川普已经拿出来跟俄国跟中国喊价，让大家砍一半。事实上，美国经不起砍哦。美国的8800亿啊，他只能讲砍500亿，其实500亿也不能砍，因为美国现在碰到大换装的大潮啊。哦，武器的第6代飞机没钱搞啊，航空母舰上这么多黄蜂 F-18没钱换，船没地方修，补给保养都出问题，正是需求更大的时候。可是川普的想法是什么？左边太平洋，右边大西洋，没人敢打我，我干嘛要当全世界的警察？国防预算我要砍，这才是美国国防部跟军工复合体晚上睡不着觉的东西。刚好中国军力又起来，更何况他研发新的武器，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有武器跟资源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在外交上强硬，对内也是如此。又是国防部最新开除了一个中将，她是位女性。我觉得啊，川普现在啊，就是拜登干什么啊，他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弯。川普上台，我不晓得这最早先讲的几句话当中，里面就包含了上帝做人只有2种性别啊，这个跟以前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台大的话学的当中的知识的话，就没有人敢讲说性别只有2种啊，真的没有人敢讲了，说是男性女性什么的，因为我们原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大家终于把这个同性恋跟异性恋都拉到平等的地位，现在突然一下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所有的厕所都改成跨性别厕所啊，那前不久的话呢，我觉得对女同学来讲非常不公平，因为她不习惯跟男生一起用一个厕所，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啊。所以说，但是川普现在的话呢，借着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居然搞到这个黑人头上啊。这个女的重要算什么？最重要的 Charles Brown 的话呢，那个参谋总长被赶走了，那个还得了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觉得啊，再这样闹下去的话，你过不久的话，美国一定有直播，就是 CIA 或者 FBI 的人10几个联合大爆料，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干了多少坏事？因为以前的这个。对，那个他的，对，他的那个国务卿啊，就讲过说，我们在 CIA 训练都这些事情。另外，我要讲一下这个中文的这个显赫哈。我觉得上了太空以后啊，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抖音里面那个内容，就是说有关于塔台跟飞行员讲话的时候啊，其实56，你现在接都好了吗？好了，你可以出发了，可以上飞机了。我以前呢都非常兴奋，因为你一坐到英国的航空公司了，听到那个飞行员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舒服，就确定飞行员完全听得懂他讲什么，因为他英国人嘛，废话。那现在的话呢，中国的太空技术，我觉得这个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是巴基斯坦的血，迟早要让英国人来学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川普除了看乌克兰的态度，当然在军事上面的做法，也代表他这个想要赶快停战的企图。对，其实川普上任到现在才不到1个半月，可是我们觉得他好像当总统当好久了，因为他在所有的这个战线跟议题上都开启他个人风格的一个政策的改变。那刚刚讲通膨其实也是如此，但是要看长远的状况才而定。那军队上更是如此。其实川普的重点就是 DEI 啊，还有所谓的觉醒运动、觉醒文化，他基本上对这些字眼跟关键字深恶痛绝。因为这个觉醒文化在美国也弄了10多年，而且不只是性别议题，也包括环保，也包括所谓的种族议题。那对于川普而言，军中只要有人在大力推动 DEI 的，有记录可查的，通通把你开除。所以往好的方面讲，人说他在整顿美国军方，那往比较不好的字眼，可能就有人在清洗军方。那不管如何，会面临到一些反弹。所以我们在昨天不是看到有5位前任的美国国防部长，而且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联合致函给美国国会，说要管川普，你们在国会发挥一些监督拨乱反正的力量，否则这会伤害到美国的军队、美国的这种国防战力等等等等。但是有没有用？可以打包票，国本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川普从1月到20号，他开除了好多人吧？一开始是谁？海岸巡防队的这个司令，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前2天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不都是如此？会结束吗？没有，他是在慢慢在查，只要有记录可循，他会一一的去拔除，然后换了一批他认为的这才是军人的样子的人上台。而且当然最重要的是，除了意见跟我一样之外，而且对我要有忠心的。过去的从军经历没有批判过我的，批判过我的运动的，批判过我的原则，这些人就会成为新的一批美国军队的主干。所以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还早呢。